2020年，当俄军正式列装 T90M 突破3时，整个西方军事界都倒吸了一口凉气。这不是一辆简单的坦克，这是俄罗斯军工在 T14阿玛塔项目难产、经费受限的绝境下硬生生逼出的应急王牌。它被俄军视为集大成之作，是拯救俄陆军装甲部队颜面的最后希望。官方宣传直接拉满，号称它是地表最强，能正面硬扛北约所有现役反坦克武器，性能超越 M1A2 和豹 A6。它拥有 T14阿玛塔同款的 2A82EM 主炮，火力号称足以在2000米外击穿任何现存防御。身披化石重型反应装甲，配合主动防御系统，号称防护无死角。媒体更是用最夸张的词汇形容它不可战胜的钢铁堡垒。俄军更是放话，这辆车单价高达400万美元，性价比完爆西方货，未来要成为俄装甲师的绝对主力，横扫欧洲平原。在这种狂热的氛围下，2022年4月，T90M 带着一身光环奔赴乌克兰战场，所有人都以为这将是一场单方面的屠杀，它的到来注定要改写战争剧本，但谁也没想到，这也是他噩梦的开始。在 T90M 出现之前，俄罗斯陆军的装甲部队其实已经陷入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尴尬境地。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军工实力大幅下滑，老式的 T72、T80 坦克日渐老旧，面对北约不断升级的装甲装备，早已力不从心。而被寄予厚望的第4代坦克 T14阿玛塔，因为技术难题、资金短缺等问题，迟迟无法量产列装，根本赶不上战场的需求。就是在这样的绝境下， T90M 突破3应运而生，它成了俄罗斯军工最后的救命稻草，也是俄军装甲部队的应急王牌。俄罗斯军工团队倾尽心力，在原有 T90坦克的基础上做了全方位的升级改造，几乎把当时能用上的所有先进技术全都堆在了这款坦克上，一心想打造出一款能和西方顶级坦克正面抗衡的陆战利器。从纸面数据来看， T90M 完全配得上最强3代半坦克的称号。火力方面，它搭载了和 T14阿玛塔同源的 2A82EM 型125毫米滑膛炮，这款主炮的性能远超老式 T90装备的火炮，炮口初速、穿甲能力都有质的飞跃，配备 3BM60铅2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在2000米距离上能够击穿近900毫米的均质钢装甲，就算是面对北约主流的 M1A2、豹 A6 坦克，也有正面击穿的实力。同时，它还能发射 9M119M 炮射导弹，最远射程达到5公里，既能打坦克，也能打击低空飞行的直升机，兼顾远程精准打击。车顶还配备了 12.7 毫米的 Crude 遥控武器站，车长在车内就能遥控攻击步兵、无人机，不用探出身子，安全性大大提升。防护层面， T90M 更是被俄军方吹上了天。车体和炮塔加装了新一代化石爆炸反应装甲，相比老式反应装甲，对穿甲弹和破甲弹的防护能力提升了不止一个档次。官方宣称可以有效抵御绝大多数反坦克弹药的攻击。同时，它还预留了阿富汗式主动防御系统的安装位置，这套系统能够主动拦截来袭的导弹、火箭弹，形成软硬结合的双重防护。再加上加固的底盘、加厚的侧裙， T90M 一度被称为移动的钢铁堡垒。机动和信息化方面， T90M 换装了1130马力的 V92S2F 柴油发动机，战斗权重48吨的它，公路时速能达到70公里，越野机动性也十分出色，能适应俄乌战场各种复杂的地形。同时，它搭载了俄军最先进的卡林纳列火控系统，配备车长全景周视镜，全天候热成像仪，实现了战场态势实时感知，动对动射击精度大幅提升，数字化作战能力达到了俄制坦克的巅峰。这样的配置让 T90M 一经亮相就收获了无数赞誉，全球军事媒体争相报道，称它是俄制坦克的巅峰之作，是能与西方顶级坦克分庭抗礼的王牌装备。俄罗斯军方更是高调宣传，将其视为陆军战力的象征，扬言它能在战场上横扫一切对手，成为掌握战场格局的关键装备。2022年4月， T90M 正式奔赴乌克兰哈尔科夫前线，带着满身光环和所有人的期待，准备在战场上大展拳脚。甚至有俄罗斯人放出狂言，让钢铁洪流席卷欧洲。但没有人能想到，这款俄罗斯军工的巅峰之作，不经速通乌克兰的终极底牌，居然整了个绝活。2022年4月25日， T90M 首次在乌克兰哈尔科夫州旧萨尔托夫地区公开亮相，俄军特意拍下它行军作战的画面，对外大肆宣传，向外界展示这款王牌坦克的雄风，试图用它来提振士气，震慑乌军。当时的俄军上下乃至部分军迷都对这款坦克抱有极高的期待，觉得它能凭借强悍的性能轻松突破乌军的防线，成为战场上的绝对主宰。可谁也没料到，这份高光仅仅维持了短短9天，就彻底化为泡影。2022年5月4日，这
这辆 T90M 在前线执行行军推进任务时，不慎落入了乌军第127国土防卫旅的伏击圈。更让所有人大跌眼镜的是，击毁这款无敌坦克的并不是北约援助的标枪 NLAW 这类先进反坦克导弹，而是一款再普通不过的单兵武器——瑞典制卡尔古斯塔夫 M4 型84毫米无后坐力炮。乌军士兵抓住战机，瞄准 T90M 车体侧裙与装甲的结合部位，果断开火。一枚造价低廉的反坦克弹药，精准命中了坦克的薄弱位置。尽管 T90M 号称防护拉满，但侧面防护的短板还是被这一击彻底戳穿，炮弹瞬间击穿装甲，引燃了坦克内部的燃油和弹药。短短几分钟内，整辆 T90M 就被大火吞噬，火势疯狂蔓延，车体彻底烧毁，炮台也因内部弹药殉爆受到严重损毁。为了防止坦克上的火控系统、反应装甲等核心机密技术被乌军缴获，俄军后续只能对残骸进行自毁处理，彻底断送了这款坦克的修复可能。从高调亮相到被彻底击毁，仅仅用了9天。T90M 的神话刚一上场就宣告破碎。这场战斗直接打破了俄方对 T90M 的所有吹嘘，也让全世界看清这款被捧上神坛的顶级坦克远没有宣传中的那么无敌。事发后，俄军试图淡化此事，对外解释称这只是个例，是坦克侧面防护存在小瑕疵，后续会全面升级改进，杜绝此类情况再次发生。当时依旧还是有很多人选择相信，觉得这只是一次意外。可谁也没想到，这并不是结束，而是 T90M 接连被打爆的开始。根据 ORYX 报告，俄罗斯在2年的时间损失了约110辆 T90M。要知道 ORYX 奉行的准则是无图无真相，只统计可视化的战损，所有的数据都有照片、视频定位等可交叉验证的，真实的数量只会更多。俄罗斯在2年的实战中也的确发现，他们引以为傲的王牌坦克在乌克兰人的炮弹射程中那么不堪一击，所以他们决定叫停 T90M 的出场，决定要进行一次全面升级。这次升级，普京能否一雪前耻呢？2022年那场9天陨落的惨败，让俄罗斯军工再次惊醒，他们决定要卯足力气补上 T90M 的致命短板。毕竟俄军自己也清楚，这款坦克是当下装甲部队能拿得出手的最强底牌。于是俄罗斯对 T90M 进行了一次实施加强。2025年春，俄军高调展示了改进型 T90M 普罗米修斯。当时的官方发布会文案写得天花乱坠，又是解决了顶甲脆弱问题，又是全面反无人机系统标配，生存能力提升400%，听上去十分恐怖。我们不妨拆开来看看俄军到底做了什么。装甲方面，确实在炮塔顶部和车体侧面加装了爆炸反应模块装甲，还裹了一层格栅装甲。但这就好比给一个全身需要防弹的人在要害部位贴了几块创可贴，然后告诉他你现在无敌了。电子战方面，新增的阿富汗10主动防御系统确实升级了反无人机模式，理论上能干扰 FPV 无人机的信号。动力系统方面，修正了之前引擎舱散热不良的隐患，减少了红外特征。乍一看，这全是针对2022到2024年暴露缺陷的精确改进。可问题的核心在于，它只治了标，没治本。2025年的 T90M 依然保留了 T90系列最原始的底盘框架，它的车体旋转担架没有彻底隔离，这是殉爆的根源。它的主动防御系统拦截角度有死角，依然覆盖不了顶部俯冲的无人机。俄军以为通过堆砌附加装甲和电子设备就能掩盖先天设计的落后，这就像给一辆几十年前的老车装上了最新的跑车引擎和方向盘，看似拉风，实则根本跑不出设计局限的赛道。讽刺的一幕就发生在前几天，升级版的死法和老款一模一样，这是升级了个寂寞呀。在2026年4月10日的顿涅茨克战役中，被击毁的那辆 T90M 正是2025年改进的最新款，它身上挂着厚厚的格栅装甲，车载电子干扰设备天线林立，看起来全副武装，坚不可摧。可结局是乌军一架造价仅500美元的 FPV 自杀无人机低空掠过低空，完美避开了干扰，像一颗精准的钉子扎进了那辆坦克顶部的引擎舱。这一幕太熟悉了。2022年 T90M 第一次被击毁，死法是顶部被击穿。2023年 T90M 被无人机摧毁，死法还是顶部。2024年 T90M 被简易反坦克炮击毁，死法还是侧面加顶部。2026年改版后的 T90M 死法依然如故。火力军真的很奇怪，4年了，就是一头猪在同一个地方被抓了100多次，也得知道绕着跑吧。可是俄军呢，这4年的努力完全是无效劳动，他们在一个致命的伤口上反复贴胶布，却拒绝动刀缝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荒谬的局面？真的是技术的问题吗？其实我们的观众都知道，这完全是俄军决策层的战术自欺。首先，俄军陷入了存量依赖的死循环， T90M 已经量产了数千辆，销毁成本太高，重新研发一辆新坦克又来不及，所以他们选择了在现有底盘上修修补补。这种思路本质上是用战术上的勤奋掩盖战略上的懒惰。
他们不敢承认 T90 系列的平台已经到了物理极限，再怎么改也成为不了下一代主战坦克。其次，俄军严重误判了未来战场的形态，他们把主要资源投入到了应对传统装甲战和反坦克导弹上，却对无人机蜂群、低成本精确打击这种新型战争模式缺乏敬畏。改版后的 T90M 依然是按照传统战场的逻辑来设计的，但却要被扔在了无人机时代的屠宰场上。最后，面子工程害了自己。T90M 是俄军对外展示的门面，是卖给海外客户的招牌产品。一旦承认它有致命缺陷，不仅会砸了招牌，还会动摇军心。所以，俄军选择了讳疾忌医，一次次发布改进公告，却一次次被战场现实狠狠打脸。而俄罗斯也通过 T90M 的军售，差点把自己的传统盟友国变成了打官司的对象。这款被俄军吹上天的坦克到底值不值它的天价？答案是完全不值。甚至可以说 T90M 从诞生起就是俄罗斯军工精心打造的一场全球军贸骗局。先给大家报个实打实的数字，俄军自用版 T90M 单量造价就高达400万美元以上，是俄军现役所有主战坦克里最贵的型号，价格直接是老款 T72B3 的3倍还多。那场声势浩大的升级改版后，俄罗斯军工更是直接官宣，升级款 T90M 造价再涨 15%， 新增的反无人机防护格栅，升级主动防御系统，车载电子干扰装置，每一顶都打着战场黑科技的旗号，把造价硬生生推到了460万美元一辆。更离谱的是外销价，为了忽悠印度、越南、阿尔及利亚这些传统军贸客户，俄军直接把 T90 的出口报价抬到了500到600万美元一辆，甚至比很多北约现役的3代改进型坦克还要贵。宣传文案更是吹得天花乱坠，硬刚 MEA2、击退豹2、陆战全能王、全方位防护，抵御所有反坦克武器，信息化作战能力拉满，碾压同代坦克。可现实呢，一边是天价造价全网造势，一边却是战场上不堪一击的残酷打脸。物均价成本仅500美元，几乎没有技术门槛的 FPV 自杀无人机，轻轻松松绕开格栅，躲过电子干扰，精准扎进顶部引擎舱，直接烧成了一堆废铁。460万 vs 500。9200比1的悬殊对比，这就是 T90M 给全世界交出来的实战答卷。俄军耗时4年，投入海量军费的升级改造，到头来全都是表面功夫。所谓的全方位防护，在实战中连最基础的低空无人机都拦不住。俄罗斯军工从一开始就清楚 T90M 实在无法根治的设计硬伤，顶部和侧面防护的先天短板，弹药舱未隔离的殉爆隐患，信息化系统与战场需求的严重脱节。但他们根本不想也不敢从根本上整改，因为一旦承认缺陷，不仅会砸了 T90M 的军贸招牌，更会动摇俄军的军心。于是他们选择了最无耻的路数，用小修小补的表面升级掩盖核心设计的落后，用华丽的参数和天价的造价包装出一款陆战王牌的假象，一边让本国士兵开着缺陷产生的坦克上战场当活体测试员，一边用虚假宣传收割海外客户的真金白银。这笔账怎么算都荒唐，本该用来提升俄军单兵装备、完善战场后勤、研发真正实用装备的军费，全被浪费在了这款中看不中用的花瓶坦克上。海外买家被宣传误导，花天价买回去的却是一款在战场上被廉价武器随意收割的废铁。而最惨的永远是俄军前线的车组人员，开着造价千万的装备，却时刻面临着毫无意义的战场伤亡。更可笑的是，直到2026年，俄罗斯军工还在对外推销这款已经被战场彻底钉死的坦克，甚至还在宣传升级版又彻底解决了所有缺陷。可战场上一次次重复的悲剧，早就把这场骗局撕得粉碎。4年足以埋葬一个时代的骄傲，从2022到2026，1500多个日夜，足够一个婴儿从襁褓长成会跑会跳的孩童，足够一款新武器从图纸到列装部队，足够一支军队完成一次战术迭代。可对于 T90M 来说，这4年什么都没改变，它依然是那个防护有死角、结构有硬伤、电子不兼容的问题儿童。它依然被廉价的无人机、老式的反坦克炮轻松摧毁。它依然证明了自己只是个经不起实战考验的面子工程。T90M 的全面崩盘不是一夜之间的事，是4年时间里每一次错误决策、每一次修修补补、每一次自欺欺人共同堆积起来的必然结果。当硝烟散去的那一天，当人们再提起这款曾被寄予厚望的陆战之王，留下的将不再是崇拜，而是一声叹息。好了，关于 T90M 的故事，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别忘了点赞关注，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你觉得俄罗斯还存在多少种这种虚假宣传的武器呢？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